露寺蜜梨的迷你裙，在历史上应该是还要再等个30-40年左右才会出现，所以甘露寺蜜梨的训练服装真的是走在时代的尖端。大家好，我是 Sylvia， 欢迎来到时尚左脑，一起让左脑充满时尚元素。拥有丰富魅力的《鬼灭之刃》故事发生背景就设定在大正时代。今天影片将和大家一起聊聊鬼杀队服装与大正时代文化的关联。大正时代15年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、让人回味无穷的年代。因为明治维新的成果逐渐成熟，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持续演进，国际上获得西方国家的尊重，日本成为亚洲强大的国家之一，带动经济繁荣成长，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，并且将西方文化普及到中产阶级。不仅是基础建设，连带着西方的饮食和时尚等消费文化也成为当代的表现。此外，大正时代也见证了妇女首次进入职场，所以在《鬼灭之刃》当中看到这么多女性成员，甚至还能发现像蝴蝶忍或朱氏女士替人进行医疗行为的角色。相信也是在反映属于这个年代的女性为了理想奋力向前的耀眼光芒。在现代思潮与日本传统结合，穿搭方式逐渐形成和洋折中的独特风格。鬼杀队制服样式推测是以一种学生制服学兰为基础样式进行改造的。学兰一词来源可追溯至日本江户时期，当时实行锁国政策，限制国际往来。荷兰为少数能够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国家之一，因此学兰中的兰用来泛称代表西方。这个词不仅被用来描述西方的文化学问，还用来形容西式的服装，像是西方学术知识被称为兰学，西洋式服装叫做兰服，而学兰就是学生穿着的西式制服的简称。特点是黑色立领硬挺的面料以及一排纽扣。在鬼杀队中，制服是用特殊材质制成，能够抵抗一般鬼的爪攻击，也较普通衣物更能够抗燃，以及具较高透气性，在出任务期间能够有效的保护队员。队员穿上鬼杀队配给的上衣，下半身搭配日本裤，就是一种和洋折中的穿搭方式。参考御史郎或是参加最终选拔的立花落香奈乎，都是上半身和服，下半身裤。裤是一种外观看起来像裙，实际上是裤子的设计。这是明治大正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穿搭。至于甘露寺蜜梨的迷你裙，在历史上应该是还要再等个30-40年左右才会出现。不过在这里就当作是为了战斗的实用性而修改，而且练柱穿这样真的好可爱哟。队员在小腿则缠上绑腿，绑腿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军队中，能够帮助因为长途步行而集中在脚部的血液回流，促进循环，有效减轻腿部的酸痛，也可以防止行进间被草丛刮伤，或是避免小虫子咬伤，是相当实用的装备。在明治维新时代里跟着传入日本。一种是长布条的绑腿，称为缠式绑腿。鬼杀队中像是富冈义勇与随天元、悲鸣与行明、伊黑小八内都是缠式绑腿，同属于这一类，但是有变化的是增加扣具的炭治郎。另外还有使用类似皮带金属扣具搭配皮革制的缎带，不死川十迷。另一种是用一块方巾作为绑腿布料，例如炼狱杏寿郎、蝴蝶忍，还有我妻善意。刚好也因为是一整块的布料，所以3个人都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图案来彰显个人特色。穿好制服后，再套上一件羽织。羽织毫厘起源的说法是，在古早时是用水鸟羽毛制作，鸟类羽毛质地轻，触感柔软，而且具有保暖防泼水的特性。因为取材不易，是过去古代官员才能拥有的服饰。到日本战国时期，逐渐成为武士所使用的外披，称为正羽织。之后慢慢的传入民间，也发展出更多不同的华丽装饰以及样式。在鬼杀队里，重铸蝴蝶忍、岩柱悲鸣与行明、蛇柱伊黑小八内以及炭治郎和善意都有自己独特的图
图文与织，更多日本符文与人物性格的解析，在先前制作的这个影片里面，还有 Sylvia 自己发现的符文隐藏含义等等，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哦。水柱富冈义勇则从被鬼杀害的姐姐还有同伴枪兔那里传承了羽织，形成左右两边是不同的纹样，这是真的有存在的羽织设计，称为卡达米嘎瓦里。这风格最早可追溯到庶民阶层，当时和服布料珍贵，如果和服或羽织的小部分有破损，就会用原有的旧和服或是布料进行缝补。这样的做法后来演变成一种艺术和时尚潮流。回到队员的羽织，炼狱信受郎和立花落香奈乎使用的是类似斗篷的外罩哦，因为制作上较容易，方便穿搭，并具有保暖作用，在明治时代的民间相当风行。但随着热潮过去，反而有一点点成为不够流行的感觉呢。不是耶，炼狱信受郎穿斗篷超帅的呀，顺开斗篷的画面气场超强，让人超感动的。接着介绍《鬼灭之刃》里面最前卫的服装，日本和服强调的是隐藏曲线，也不过度暴露肌肤，这是他们传统服装强调的精神。而在漫画里的助训练篇中，队员到甘露寺密里那里进行柔软度的地狱级训练，开朗活泼的他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前卫的韵律服，超级贴身还异常裸露。虽然目的是进行训练时比较不会被衣服干扰，但是炭治郎他们穿上韵律服时的表情也显得相当别扭。依时间来说，韵律服也才刚出现在这个时候欧洲的杂技表演者身上，所以甘露寺密里的训练服装真的是走在时代的尖端。谈到甘露寺密里，就会想起他进入鬼杀队前穿着着华丽又充满少女气息的和服。先很快补充一下，后面左脑时间会简单说明和服和 kimono 这个字的原本意思。以下先以大部分的人，包括我自己的认知和使用习惯来称呼。近期日本旅游大夯，刚好 Sylvia 看到一篇文章，2023年访日观光客最想在日本做的事，和服浴衣体验荣登第2名。因为我自己先前也没有特别去比较过和服和浴衣有什么差别，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从外观4个明显的地方轻松分辨和服和浴衣的不同。第一个是长襦畔的使用，和服领口内层会多一层白色的长襦畔，浴衣则没有。第二是带枕和带阳。腰带后方为了支撑华丽的正式腰带结，和服会使用带枕，包覆带枕的这块布会在腰带的前方收入，并且在腰带上方露出一小节的布料，那就是带阳。接着是和服会使用的带地，除了有将腰带束紧固定的效果外，更有搭配装饰的重要作用。有时候会搭配带流，就是在带地正中央前方所装饰的物件。终于到这一个部分了，一直想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甘露寺密里的带流样式和它专用日轮刀的刀饵是一样的哦。鳄鱼老师真的画得很细耶。第4个，外观上明显不同的是有没有穿上足带。足带是穿和服时专用的袜子，特色是将大拇指和其他4个脚趾分开，方便穿上木屐。穿浴衣的时候是不用穿足带的。经过介绍之后，相信大家都能够轻松透过4个位置来判断这是和服或是浴衣，也可以先想好自己想要体验的是穿和服的正式感，还是穿浴衣的轻松感咯。影片结束前，带大家进入左脑时间，我将随着影片内容同步介绍 kimono 这个字。其实 kimono 是泛指穿着在身上的衣服，到西式服装传入日本，为了进行区别，所以产生和服 wafuku 和洋服 yofuku 要做区别。但后来外国人接触到日本服装时，将 kimono 一字作为对日本和服的专用称呼，因而沿用至今。今天影片陪大家一起从《鬼灭之刃》来窥见属于大正时代的人民生活服装的影响。希望大家在看这部人气动画的时候，有更多不同的发现和感动。除了影片介绍的这些，你有没有知道其他不同的小秘密，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？底下留言吧。
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的介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下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每一份订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鼓励。我会持续发布更多用有趣方式介绍服装相关小知识的影片，还有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